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的11月1号啊，那么11月份又开始了。过去呢，我们呢一直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就是我们华人吧，中国人在这个西班牙、在欧洲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情况。那么最近呢，其实咨询我的朋友呢，很多都是这种打算来这边经商啊，就是要投资点什么，做点小生意的这种。那么我呢看到一篇非常有意思的由西班牙媒体呢对几个外国人就是欧洲的这些国家或者美国的这些国家的人呢，他们生活居住在西班牙的一些经历吧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报道。那么我想呢就分享给大家供一下这个参考。因为很多朋友呢，他觉得就是我要来这边，进行就是开什么奶茶店啊，或者开一些什么手工的这种工作室啊，或者说就是做一些那种原来在中国的一些美食啊。但其实呢，你要移民过来的话，你会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那么这个报道呢，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有意义那么大家也就看一看。首先呢，就是他们采访的第一对人呢是这个德国的一对夫妇这个主人呢叫 Lucas 和 Jennifer 那么 Lucas 和 Jennifer 呢，他们带着2个年幼的孩子在这个西班牙的阿里坎特省德尼亚定居。德尼亚就是我们这边附近的一个小城，我们过去发过这个视频，因为我们经常去德尼亚。我之前还说要不要在德尼亚去定居，对吧？因为德尼亚比我们这边人要多一点，要多一点。对，那个城市呢稍微大一点这个德国的夫妇呢，Jennifer 呢和这个 Lucas 呢，他们呢分别是39岁和40岁比我还要小一点，决定带他们的孩子孩子名字就不说了一个4岁，一个6岁呢，就定居在那个阿里坎特的德尼亚。他们呢告诉雷姆沙伊德综合报这是一份报纸，就他们呢搬去和这个 Jennifer 的父母居住这个 Jennifer 的父母呢，他们是先来到了这个阿里坎特这个城市的，然后呢，他们就搬去住呢，就觉得不错然后呢，他们觉得有父母在那边有一个基础嘛，所以他们也就去了，对吧？所以他比起很多人来讲，应该来说他们还有依靠，像我们2人无依无靠，什么也没有，对吧？就他还算有一个就是家庭在那儿吗？对。然后呢，他们打算呢，原来是要买房的，但是呢，一直没有找到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他说我们找不到负担得起的公寓，房东宁愿把房子租给游客，或者只租给短期居住的人。Jennifer 说另外呢，他说西班牙的生活成本也和低工资不符他说我没有办法在那里打2到3份工来维持生计。其实，因为西班牙它就是一个旅游城市，旅游城市就是希望你来消费的，对吧？但是你要想在这边，就是说赚钱什么，它又不是什么金融中心，又不是什么这种就很丰富的商业的这种地对，方。你要赚钱的话，也是跟旅游业相关的。对，所以就是这个德国夫妇呢，我认为他应该在德国的收入可能就是基本工资就比较高。那么他来这边以后，他发现，哎，这个物价也不便宜，对吧？因为旅游的地方物价怎么会便宜呢？是吧？对，第二点呢，就是他觉得，哎，这个房价也不对房便宜。价也不便宜，然后收入呢又不是特别的高那打2、3份工呢，他也觉得太累了，对吧？然后这个他具体做什么工作呢？这个 Jennifer 呢，她在一个养老院里面担任行政助理他说这个工资跟他在德国做兼职的时候是一样的，那这工资说明就很低了，对吧？但是呢，她的老公呢，对吧，是在一个奢侈品的连锁商店做一个客服务代表就这种工作呢，就是你要看的，你要在德国或者你在什么伦敦这种地方，就你在柏林、你在伦敦、你在纽约，可能你的工资就高一点。但是你要在就是纯粹的旅游度假，对吧？这个就工资就低一点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吧？那么
另外一方面呢，他说孩子们很高兴啊，他说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就流利的说西班牙语啊，并且呢还交了朋友，而且呢他们喜欢这个德尼亚这个小镇啊。但是呢，他说也有很多缺点啊。他说，首先就是持续的高温，对吧？就因为我们就德尼亚就在我们前面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这个车程，温度是一样的，就基本上就很热的啊。你看我们这个天还在穿个短袖，对吧？就天气偶尔就是有几天下雨，但大多数时间都是比较热的，对吧？然后呢，他说市政啊当局呢，他们庆祝的这种就节日的方式呢，他说也让他们感到恼火啊，恼火。为什么感到恼火？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是跟性格有关系。我觉得德国人相对来说他们是比较怎么说，就冷静啊、严谨啊的。西班牙就比较热情，比较奔放一点。那么他们可能就喜欢，比如说安静一点的生活。啊，对对对，就如果你很喜欢狂欢啊什么的那种，就觉得可以。如果你就喜欢安静一点的这种庆祝啊，各种东西啊，可能他们就不适应嘛，对吧？他说，在这个德尼亚呢，他们就碰到了很多这种伪装成啊帮助者、捐助者，或者就是说，其实就是为了钱嘛，对吧？其实就是骗子嘛，说白了就是骗子。这个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在这里，对对对，就他们会经常你看到有2个人摆个摊，然后让你捐款让你捐款，拿一张纸啊，然后也没什么官方文件，什么也没有的。一开始我们还不知道，还捐了一点，他给你发个什么小纸贴一贴。后来其实我们就知道，这些都不是官方的，这些都是那种就自己2、3个人随便说一下他们是什么，骗游客的。对，骗游客的啊。那么最后呢，就他说这些原因呢，就导致了他们1年以后呢，他们就回去了啊，回到德国了。这个是是一对德国的夫妇啊。第二个呢，是一个生活在西班牙的一个美国人啊。那么美国人呢，他说在这里自主创业非常困难啊。这个人呢叫克里斯蒂娜啊，叫克里斯蒂娜。他说这个他来了西班牙以后呢，他觉得生活质量啊是提高了。就比如说食物啊，他觉得这个食物呢比他在美国吃的要好啊。那么他说许多啊他认识的外国人选择在西班牙定居呢，首先呢是一个生活成本相对比较低，这个他说是跟这个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比，对吧？第二个呢是气候宜人，美食呢也多，社交生活呢也丰富啊，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尽管也有些缺点。我觉得主要她是个美女啊，因为这个克里斯蒂娜呢，她是一个美女啊，我一会儿会把她的那个 ins 啊就贴在上面给大家看一看。她是个美女啊，那她也是个这种时尚博主吧，反正这种博主，所以她说这个社会生活会很多。如果你是个男的啊，可能就想法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女的呢是32岁啊，美国人，她来自新泽西州啊，新泽西州。那么她说她从2022年开始呢，她就一直居住在巴塞罗那啊，并且呢，她向这个也是这个报纸呢就分享了她的故事啊。她说她离开美国呢，主要因为啊，她说美国的这个工作的文化啊，就她不喜欢，她觉得美国呢就是一种努力工作和奋斗的文化。其实就比较卷嘛，对吧？就比较卷啊，跟中国一样的。那么他说这种文化呢，会成为你的一种身份的认同啊，就是说你卷啊，你努力工作，你拼搏，有可能就大家就认可你，不然的话就是你可能就觉得你是个 loser 啊或者什么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他觉得巴塞罗那那边的人比美国人呢更善于社交啊，也更爱外出，而且呢物价呢。他觉得也比美国要便宜啊，美国这几年物价其实涨的是挺高的。其实过去巴塞罗那跟美国的物价，也没有就是便宜多少，但这几年美国的通货膨胀是很厉害的。那么他在西班牙呢，他说他觉得吃东西啊感到很快乐。他每次他回到美国呢，他说他就会觉得生病啊，他说他需要1个星期才能恢复。他说他会觉得腹胀啊、胃痛，尽管他说他在美国吃的也挺健康的。他说，在西班牙做自由职业呢，是出了名的难啊，是因为出了名的难。他说，这个大概是唯一啊，他要考虑是否还要继续留在西班牙。
他说你好像觉得永远嗯没有办法摆脱困境啊。他说因为政府每年都在提高税率啊。他说他面临的困难呢是巴塞罗那呢是一个外国人和国际人口流动性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啊。他觉得大多数人呢，平均在巴塞罗那呢就待上2到4年，然后呢，他们就会回去，找工作啊，或者说就回去了啊，就想离开了。那么这个巴塞罗那被他形容的呢，应该是诗和远方啊，就不是一个常住的地方，对吧？对，就是来过一段时间旅居过一的段时间，生活。就年轻人过来过一段对对，时间啊。他说他经历了2到3个朋友的圈子啊。他说因为这些朋友呢总是来来去去的，对吧？住一段时间就走了。他说他不断的和朋友们呢道别和重逢啊。他说这个很让人就是难受啊。他说他也很想念他的朋友和他的家人。他说他和他的这个家人呢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啊。那我觉得，首先就是他搞这个自由创业的，什么搞播客啊，搞这种自媒体，就像搞自媒体这个东西其实很难。其实也不是说在巴塞罗那就很难，就是你在任何地方，我觉得你要搞自媒体都不是一个容易的地方，对吧？对。第二点呢，就是他觉得就是朋友圈啊什么变化很快啊什么，就我觉得这个点是他没有想好，就他更年轻嘛，他比起前面的那个39岁、40岁的人就更年轻，他才32岁啊，是吧？对。那么有家庭的30多岁、40多岁的人，他可能就生活习惯就稳定下来了，想的没那么多了。那这个人呢，他可能就像很多人要打拼的人一样，他就可能会想的比较这个多一点。那么比如说吧，他谈个恋爱，那么谈了，这很多人来个2年，来个4年就走了，那就短期的，对吧？对那么他有可能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归宿啊什么，就对，没有一个稳定的关系。对对对，就如果你赚到很多钱，那是另外一码事。然后他又觉得，呃，就是因为他也属于事业的起步嘛，那么你赚很多钱，其实说白了啊，这个政府稍微提高一点点税，你感觉是不大的。但是如果你也在这个事业刚起步的阶段，比如说你就赚1万美元一个月，但是呢，如果就到了明年突然给你涨个几%，就你一下子少掉几百，这感觉其实是挺大的。因为你渠道成本啊、各方面啊、什么利润啊、什么东西的，就这种你就感觉很大。如果你要赚100万，那就没有这种感觉了。100万美元，你说挣个几个点，你还有很多钱，对吧？所以就是说，对于那个创业初期来讲啊，他是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的啊。这个是美国人啊，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是居住在西班牙的英国夫妇啊。那么他说呢，他说生活成本上涨了啊，但是呢，他觉得还可以啊，还可以。这对人呢，他叫马尔和比尔啊。马尔和比尔呢，他退休以后呢，决定在阿里坎特海岸居住啊，也是在我们这边附近啊。他说我们可以每天都在户外度过，那比起英国来讲，那个西班牙的天气是太好了，对吧？他说有超过13万60岁以上的英国人居住在西班牙，他们大多居住在地中海的沿岸啊，尤其是那个马拉加省和阿里坎特省，就是马拉嘎和那个阿里甘迪，对吧？对。这个马尔和这个比尔呢，他们是2个退休的英国人，他们住在这个阿里坎特，他们呢就向这个媒体呢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啊。他说移居到西班牙的计划呢，其实一直在他们的脑海中啊来回的转悠。他说他们非常热爱阳光，所以只要有机会呢，他们几乎每年都要到西班牙去旅行。这个马尔是72岁啊。他说西班牙的生活方式呢就更加轻松啊。他说我们可以每天都待在户外，这个呢他说和以前在伦敦的生活截然不同啊。他说我的梦想呢是买一套房子，所以我们呢就攒了好几年的钱，然后等到时机成熟了啊。他说2002年他们在阿里坎特的阿尔法斯德尔皮市的阿尔比尔小镇买了一套2居室公寓，
这个阿尔比尔小镇就是我们这边阿尔代尔小镇走过去，就我们经常沿这个海滩一路走过去，那边那个海滩，也就是我视频里面在海外在那个户外拍的时候，经常后面能看到有个山，那个山那边那个小镇就是阿尔比尔，我们这边就是阿尔代尔啊，所以就是离得很近的啊。他说我们的想法呢是想把这个房子呢做度假用的啊，然后到退休。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地方啊，他因为有小镇嘛，对吧？他说他们知道贝尼多姆啊，贝尼多姆就是就有很多娱乐啊、酒吧啊什么的那个地方，那是个大城市，20万人口吧，是吧？十几万啊，十几人口吧，万人口，也不算大城市。在欧洲算是大城市啊，就在欧洲算是大城市。他说他们不想住在旅游区的中心地带啊，因为那个冰多姆是很喧闹的啊。他们说他们想随时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又能住在安静、社区氛围更浓郁的住宅区啊。起初呢，他们考虑到特内里费岛啊，因为那里的全年气候呢是非常稳定的，冬天也有阳光啊。但是呢，他们最终呢还是要考虑在西班牙的大陆定居啊。这个呢确实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西班牙大陆定居呢，他可以开车到英国。如果他要到那个特内里费岛的话，那他就要坐飞机啊。那其实来来回回的话也是挺折腾的，对吧？他说这样一来呢，他说我们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车啊，方便出行。回英国看望女儿啊，还有孙儿的时候呢，也能减少机票的费用啊，并且呢，他说他们年纪还轻啊，还喜欢冒险，所以他们经常自驾呢去法国和西班牙的其他的一些地方。另外呢，他们觉得呢，就是在阿里坎特省呢，他们很受欢迎啊，他们有一些朋友呢就决定在太阳海岸啊去买房，那个好像叫 Solmar 是吧？应该是这个太阳海是岸。在那个马拉加那边吧？太阳海岸，对。他说，因为他们呢是英国人啊，他们就被酒吧和餐馆呢拒之门外啊。这是为什么？我不明白，英国人为什么被餐馆和酒吧拒之门外呢？就在那个 Solmar 太阳海岸那边啊，可能这边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这边的宽容度更高一点嘛，对，对吧？就在那个地方可能就有一些什么问题啊，可能啊。他说，为了找到他们的公寓啊，他们沿着海岸线自驾游，最终呢，他们就在这个阿尔比尔呢就停下来了，喝了杯茶。他们之前都没有听说过地方，但是他们就立刻爱上了它啊。他说这里很宁静，拥有美丽的海滩，而不像 Bein Dom 那样商业化或者充满了旅游的气息。这个跟我们有点像对啊，我们也是经常就是随机的，比如说旅游或者到哪里去。比如说我们想来西班牙，我们也不会说我们一定要去看哪个城市，我们就先来玩，玩了待到哪个城市觉得好啊，那我就在这里。所以我一直推荐很多人，你们要就是移民啊什么，你们还是要考虑，就是要先来玩对，啊，或者说先来学习，你要有一个阶段。我觉得他们就是比刚才的那两个人感受要好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是这样的，对吧？就是他们就是说他们是先来自驾玩了很久，所以他相对有一个了解，而且他们过去每年都来度假，他对这里是很了解的，他不像刚才那个人，其实他们就是很突然的就来了，对吧？像有一个人他们是有父母在这边，但是他可能也没有长期的一直来，他可能就来了一次他就来了，就全家搬过来了，这个还是有一点冲动的啊。但他说呢，他说贝尼多姆呢，他离他这边呢也只有半个小时的巴士的车程，开车呢就更只需要5分钟啊，所以呢就是在这里呢也是两全其美的啊，这个确实，这个也是就是我们之前也说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个小镇的一个关系啊，因为你又可以享受小镇的一些宁静啊，一些这种更美好的这种感觉啊，治安也好一点。但是如果你要办一些什么事啊什么，你跑去那些稍微大点的城市，也不是特别远，对吧？对，他说当然了，还有就是很关键的啊，就是金钱的因素。他们说啊，这个西班牙人呢觉得生活成本呢就上涨了啊，但他们呢觉得比英国还是要便宜啊。那确实，你跟伦敦比的话，那是没法比的，对吧？伦敦最少我觉得也要比这边要翻1倍啊，这个物价。他说他觉得呢，超市啊
就东西也越来越贵了。但是呢，他觉得到外出吃饭啊，他觉得还是便宜的。他说在贝因多姆每个人只要20欧元呢，你就能吃这个 menu 啊，就是那个有一瓶葡萄酒，还有一瓶葡萄酒的这个套餐啊。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工资低嘛，对吧？啊，工资低，人工便宜嘛，所以东西就便宜嘛。你工资一贵，你这东西就贵了啊。对，他们呢账单也比较少啊。他说他3个月啊，电费、水费加一起呢，一共才142欧元啊。但是呢，他觉得英国脱欧呢成为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们没有那个西班牙的这种长期的居留证，他们过去呢在脱欧之前呢，因为他们2002年就买房了嘛，他说他们在西班牙想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现在呢，由于这个申根区啊，它有这个90天和180天的这个规则啊，所以他们只能连续的停留90天，就是那个免签啊，就是90天最高了，对吧？然后呢，你如果要住呢，你不能就是好像是3年还是5年，不能超过180天啊，不然的话就不行啊，就是加在一起不能超过180天。然后呢，他们回到英国以后呢，他说他们住在一个旅行车里面啊，他们就在英国呢度过夏天和冬天啊，并且呢和他的朋友们呢就是聚会啊。他们现在呢，他们就想申请那个长居啊，可以在西班牙的长期居住。那么最适合他们呢，应该也是一个非盈利对，啊，他们就是真正的非盈利啊。那么通过这3对的，就是媒体对他们的采访呢，因为也是到了年底了啊，所以这些媒体开始就要采访，尤其是现在西班牙面临的，比如说什么物价贵啊，或者生活成本上升啊这种问题，他们会采访很多外国人，看看他们的一些想法。你觉得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就是这几年西班牙不管是生活成本还是房价，确实都上涨了很多嘛。就不仅是我们中国人，就是很多想要就是逃离，然后要就是离开西班牙，很多外国人，像这些英国人啊、北欧人啊，其实他们也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有认识一个英国的夫妇，就你说他那个男的也说要离开，对吧？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最后一对人其实跟我们认识的那个人的处境差不多，因为他们其实也是退休的。对，退休的话，他其实觉得不贵啊什么的，因为他拿的伦敦的退休工资，他在用西班牙消费，对吧？这个我觉得他觉得就是有一定的优势啊。如果说他也是要来找工作或者也是要来创业的那种，那肯定就不行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要创业的话，啊，还是要多看看、多考虑的啊，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生活成本上涨，我觉得有很多介绍西班牙的人，他们会混淆一个概念，就这边啊，这个阳光很好，沙滩很好，或者说人很热情，但是他们就会把它混合成啊，你在这边赚钱很容易，其实在这边赚钱是很不容易的啊。对，对，因为像那些什么德国人，还有那个美国人，我觉得他们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一些地方，就是他们从很年轻的时候，他们就有去过各个国家的经历，包括他们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连他们都觉得跑过来生活或者说创业很难，那么更别说对于我们来讲了，对吧？如果就是你，只是靠你说你要完全的就是卖苦力啊，或者说你那个完全降低你的生活的标准，你去这种创业，那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很大的，而且你也不一定会成功，对，对吧？对，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录这一期呢？就是之前有人他们咨询我们，他说他要来这边创业，但是他都没有离开过中国，就中国周围的国家他都没有去过。然后他说他来这边创业，那我说你要创什么业呢？他说我要来这边开个什么，奶茶店啊什么，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就是我又不能一下子去，打消别人的想法，对吧？这个别人来咨询我了，我说哎不行，什么，就你讲的必须要有逻辑，是吧？那我
开始跟他讲的也是什么，就是你完全不懂西班牙语，我也不说生活别的东西了，对吧？你就说完全你不懂西班牙语，你过来，你说你完全雇佣全不懂西班牙语又懂中文的人跟你合作，那万一别人把你骗了怎么办？或者说你根本就管不住人家，或者说你对这边的法律什么法规一无所知，等于你要付高昂的成本，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要不你先找一个地方，先把西班牙语学好，或者说你先来这边旅游，或者说你先来这边想个办法打个工，对吧？通过一系列方式，最后你再创业，不然你这个钱很容易就打水漂打掉的，对吧？好吧，那这个是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好吧，再见。